1叠、2叠、3叠、4叠。你会数晕自己的，苏莎娜。这么大量的文件，就是让小兔来数，也得数上一阵子。根据我和他的交易记录，他私藏的工作文件应该远不止这些。爱将，到主教。这些工作都是你收藏的？我不知道啊，这是谁把工作放在我办公室里？除了你自己，还有谁能进你的办公室？难道是我吗？主教，我一件都没敢做，这些工作，这些文件，我一件都还没处理，一件都没办，真的。是吗？可是这么多的工作就这样放在这里，没有人去做，是不是有些浪费呢？确实，既然如此，就让我来。不对，当然是由主教你来处置了。这些工作我本来也觉得很难办呢。很好，既然你自愿将工作都交给我，那我就勉为其难帮你处理一下吧。哇，德丽莎大人这是要亲自上场工作了，想必就算是堆积如山的工作，对于德丽莎大人也只是小事一桩，须臾之间就能完成。只是不知道他会用什么方法完成这些工作呢？好期待呀！难办，那就一起办了吧！清爽多了。如此高效又不济的工作处理方式啊，不愧是德丽莎大人。我的工作，攒了这么多年的工作，全都化为灰烬了。不过没关系，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主教大人虽然很生气，但说不定会懒得处置我。只要我还坐在支部长的位置上，就能继续践行内费手册，继续让大家拼命工作，提高我的业绩。嘿嘿，到时候这次反抗我的员工们都不许上班时间喝水呀！光顾着处理工作，差点忘了处理你啦，爱将。从今天起，爱将不再是天命第2支部支部长，这里的大小事宜移交给布罗尼亚接管。等等，我当支部长？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毕竟总得有人处理这里的事务吧，不然就得我自己来了。考虑到爱将内卷一案，你不仅没有同流合污，甚至卧薪尝胆找到了给爱将定罪的关键性证据，是表现最好的员工，自然也应由你接管他的工作。虽然我的本意并非如此，但我会接受主教的安排，我会更改这里的规章制度，让大家有一个正常的工作环境。好，做得好，只要别让我操心，什么都好。其他人呢？有意见吗？我没意见，看起来他会是一个好的合作伙伴。这样一来，我们又愿意接下你们的需求了。恭喜布罗尼亚姐姐。等等，凭什么？他那个上班不认真的样子，能当好支部长吗？希尔，放心吧，我相信布罗尼亚姐姐会是一个好领导，不会再让我们恶性竞争的。我知道，你之所以想当支部长，也是为了这一点，对吗？我才没有。那你为什么每次月末都会把自己的一部分工作成果故意分到我的业绩本上呢？只是因为你正好和我名字一样，我不小心写错了而已。希儿，谢谢你。不过以后你再也不需要为我操心了。我会给大家一个没有压力的工作环境，让我们一起努力，当一辈子同事吧。和你这种家伙当一辈子同事，我才……好吧，只要能继续和希儿在同一间办公室，谁当支部长我无所谓。既然大家都没意
意见，那就这么定了。严谨的安排，恰当的发言，既不会让下属感到压力过大，也不会让下属恃宠而骄，真是一场精彩绝妙的工作交接。不愧是德丽莎大人，我又学到了。那个主教大人，我知道我犯了大错，也不配有将功补过的机会了，所以如果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先走了。等等，我允许你走了吗？你是不是忘了还有什么东西没给我？工牌已经交了，电脑也还回去了，甚至连偷偷放兜里的小零食也没敢带走。德丽莎大人，放我走吧。还在继续装傻？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把那份天命工作手册交出来。天命工作手册？啊，这一定就是德丽莎大人之前说过的我们需要找到的完美工作手册啦。您又在开玩笑啦？天命工作手册不是在您爷爷去世的时候一起消失了吗？别以为我不知道，那本手册现在就在你手里。你之所以变得对工作如此上心，也是因为读了那本天命工作手册，对吧？您都知道了。我早就知道了，只是一直懒得来找你而已。不过现在既然我已经来到了你的面前，爱将，立马把手册交给我。啊，好累。不过总算都搞定了。德丽莎大人，魂纲和天命工作手册都已经到位，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我实在想不清楚，这两样东西和创造完美的工作者有什么联系？我问你，苏珊娜，一个完美的工作者需要拥有什么素质？对待工作的热情，敢于工作的勇气，坚持工作的勤劳。错，苏珊娜，你想的太复杂了。一个完美的工作者，只需要一具永不疲劳的身躯和一颗从不厌倦工作的心。哦，我懂了，用魂纲铸造身体，用天命工作手册锻炼内心，就能创造出完美的员工。没错，你终于懂了。那么，德丽莎大人准备让谁成为这名完美的员工呢？我马上去通知他。不，已经不需要通知了。那位即将诞生的完美员工，并不是外面的任何一个人。不是外面的任何一个人。也就是说，要成为完美员工的人，就在这间屋子里。德丽莎大人已经够完美了，所以肯定不是他自己。那这里剩下的人选只有我。随心所欲的德丽莎大人似乎是会做出这种事，但我才刚入职不久，经验能力资历都不够，会不会被人怀疑是关系户？可是万一德丽莎大人做出了决定，我也不好拒绝。他就是奥托。不行，果然我还是不行。苏珊娜，你对这个决定有什么意见吗？意见？不是，没有。啊，对了，我只是在想，奥托大人，他不是已经去世了吗？对啊，所以我们才要收集魂纲和天命工作手册啊。魂纲用来重构他的身体，而由他撰写的天命工作手册中又包含了他生前的工作之魂。只要把这两件物品融为一体，就能让它重现于世。现在计划一切顺利，马上爷爷就能复活了。可是我们不是要创造完美员工吗？为什么要复活奥托大人？当然是因为世界上没有比爷爷更加完美的工作者。创造完美员工和复活爷爷这两件事是等同的。只要他回到天命，一天就能做我们1周的工作量。所以，苏莎娜，你再也不会被工作上的难题困扰了。啊不如说，你和我再也不需要工作了。
哦，这熟悉的味道。办公室的木桌，还有那些处理不完的工作。经过漫长的沉寂之后，你们依然一如既往。当然还有你，德丽莎，我的孩子，天命的孩子们，我回来了。